人死后被打入18层地狱到底有多恐怖？那在人间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死后才会被牛头马面带入18层地狱呢？而地狱的18层具体又是什么呢？是跟房子一样一层层叠加上去，还是说刑法越来越难以忍受呢？首先，第一层就是割舌头，从字面意思就可以明白，这一层主要就是喜欢撒谎和诽谤他人。那么第一层的小鬼就会将舌头拔下来。第二层剪刀地狱，这一层更不简单，主要是在阳间喜欢劝寡妇改嫁、教唆妇女为娼者，全部要来到这一层。来到这一层，小鬼们会将鬼魂绑在石柱上，然后用大剪刀将所有能剪断的肢体全部剪断。第4层则是铁树地狱，一旦来到这层，鬼魂将感受到无比的难受。小鬼会将死者挂在由钢铁制成的枝头上，慢慢流血，让他感受到倒挂的滋味。那么你还了解其他刑法吗？喜欢的观众老爷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具体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刑法。在宁夏的中卫地区，有着一座特殊的庙宇高庙，从观赏程度来看，的确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古建筑。这座庙宇虽然是修建在平地之上，但是层层叠叠的建筑群以及衍生出来的飞檐翘角，都构成了十分有特色的走势。在这些建筑的边边角角堆积之下，甚至连整个地势都显得被这个建筑群给抬高了不少。而也是因为如此庞大的建筑群，在参观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能迷失在那里。因为这座建筑内部的结构是十分复杂的，除了建筑物的结构复杂之外，内部供奉的神祗也是集中了三教九流。这座特殊的建筑物在宁夏中卫来说是个十分著名和有人气的旅游景点。不过相对于古建筑爱好者从专业角度观赏来看，高庙最著名的看点就要算18层地狱。高庙的建筑群始建于明代，但是因为地震而倒塌，如今所看见的建筑基本上都是乾隆到咸丰年间的产物，哪怕在后世的维护之中，也是保留下来了高庙的基本建筑框架。首先来看相关的地理位置，高庙在中卫城的城市的北面，靠近中卫的火车站。高庙建在一段连接城墙的高台之上，整体的建筑还包括高台下面的保安寺，以及修建在庙宇之前的牌坊。高庙的规模宏大，也是历朝历代逐渐修建的成果。在清朝的时候，高庙的名气已经响彻整个宁夏，并且如此宏大的建筑群，在构建的思路上也是十分具有宁夏当地的地域特色，极大地体现了宁夏丰富多彩的地域人文。高庙和宁夏的大漠奇观成为了中卫城两个赫赫有名的风景点。当然，除了高庙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之外，该景点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高庙建筑群里面的保安寺。而保安寺的大雄宝殿下面有着我们国家4大鬼城之一的高庙地狱，而进入该地参观的话，可谓是又让人紧张刺激，但又为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叹为观止。首先最早进入的建筑就是天王殿，在天王殿后面排列着大雄宝殿。从相关的建筑物布局情况来说，这和一般的庙宇并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但是该庙宇最吸引人的亮点就是位于大雄宝殿下面的地宫，而这座地宫就是高庙地狱的所在地。走入地宫，参观人员最先感受到的是该地宫内部的阴气森森，从地狱最外面的鬼门关到奈何桥，以及最后的森罗殿，在相关的建筑布局里面都完全体现出来了。而且当时的设计和建造者为了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对于地狱情景的想象程度和真实程度，在进入这座地狱参观的时候，还会有真实贴切鬼气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递过来。这就相当有着真实感。
让在其中参观的人员可谓是毛骨悚然。从相关的参观顺序来看，高庙最先的建筑群里面供奉着诸佛、玉帝、文昌、关公等中国传统意义和文化取向里面的神佛，以及儒家的各类先哲塑像，基本都在高庙里面汇集。而在进一步的参观中，就可以看见高庙建筑群最知名的一个景点之一——高庙地狱宫。而该景点除了完全模拟地狱建筑物设置之外，还在内部存在大量神话传说中低于里面的鬼神和怪兽。从塑像来看，的确也是面目可怖，青面獠牙。从相关的价值观传达层面来看，该景点的相关价值就是模拟传说之中的地狱，用中国传统价值观里面的忠孝廉耻来警示世人。而且除了用塑像塑造出地狱里面各种鬼怪和神职人员之外，这里面的塑像还包括了各种地狱具体刑罚的表现。18层地狱，每一层所涉及到的刑罚，在高庙内部都可以用雕塑看得见。除了前文提到内部出现的阴森可怖的声音之外，相关的灯光也是把气氛烘托得十分到位。在恐怖的塑像结合灯光和音响的效果下，还真让人感到瞬间是不是来到了18层地狱。而高庙的塑像群在自古以来都是十分出名的景点，地宫里面的走廊连通了多个空间，塑造表现出来的18个地狱形象。只是让人感到可惜的是，在特殊的年代，高庙著名的雕像群毁于一旦，一直到现在，后世之人才用新塑雕像的做法，配合现代高科技的声音和光影，让这地狱和森罗殿继续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基本上，人们认知里面的地狱景象能在高庙建筑群里面被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可以在高庙游览的时候看见让人心惊胆战的塑像群之外，高庙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还是教导世人做一个正直和问心无愧之人。如果有缘来到宁夏中卫参观，除了有名的沙坡头之外，也不要忘记来高庙这座庞大宏伟的明清古建筑群。特别是在知道高庙有着如此的内部塑像群之后，的确是一个十足的看点。在进入高庙之后，浓厚的历史感之下，也可以问问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和为人处事方面有没有什么过失和不足的地方。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相信在观看了高庙下面的地狱塑像群之后，对于自己的内心肯定会有多多少少的感悟和触动。